18年前的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911，深切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其实提到2001年，更多的中国人记得的应该只是中国加入世贸。其实世贸这个问题，1999年经过朱镕基拍板，就已经达成了中美之间的这个加入世贸的协议。进入世贸最后的障碍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知道2001年11月份只是一个程序，但是这个程序有没有同年发生的911双子塔这个事件与它是不是有关呢？其实你要回过头来看，应该还是有关的，虽然关系不是很大。整个世界非常惊讶地看到中国冲进了国际经贸体系，在大家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大家当年都带着中国，认为中国一定会经过经济上的腾飞，带来民主化，像我们曾经看到的这些国家一样。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在纪念911 18周年，川普总统在承诺，我们绝不会遗忘他们。18年来，同时还伴随着一场阿富汗战争，这场战争也延续了18年。上一周原本美国与塔利班是要有一个协议来解决它的，现在暂时也被中断了。人们更多的是在追思18年前发生的这场灾难。但是作为中国人，应该有太多的中国人会有这个记忆。18年前的911在中国引起的更多的是狂呼。那么有些人彻夜不眠的在庆祝，在喝酒，在唱国歌。其实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一样。那么911发生的当时，美国就遣返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因为他们在非常不合时宜的全民哀悼的过程中，他们在庆祝。美国调整了自己的主要方向，把国际反恐当作一个首要任务。美国整合了自身所有的能力，从国内作为情报交换，成立了一系列的新的安全机构。甚至我们看到有很多在美国的穆斯林认为他们受到了政府的遏制，他们有一些人不明不白的被列上了黑名单。10几年来一直在受到监控，受到骚扰。即便仅仅是因为同名被列上了黑名单，完了在事后被证明与他们无关的时候，他们虽然同样能买到飞机票，但是他们的旅行都在受到限制。我们看到美国的联邦法庭正在调整这些政策，可能会出台一个判决，要求把已经剔出可疑名单的这些曾经上过黑名单的人完全清除出黑名单，不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我们在路上经常看到消防车、救护车，所有因公
拉得紧敌的这些车辆，大家习惯的都在靠边，都在避让，给他们腾出一个车道。其实18年来，每一个避让这些公务车辆的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911双子塔在没有塌陷的时候，人们在有序的往下撤，消防员在逆流，在往上走，他们还在试图挽救更多的生命。这一幕18年来都被人们记着。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平常只是一个工作，但是在职务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为绝大多数人，为了挽回绝大多数人的生命，为了试图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们奉献了自己。我们还看到有些人在纪念一个华裔的空乘员，他是第一个向地面发出预警的被劫持航班的空乘。18年来，没有人忘记这一幕。每到这个纪念日，不仅是美国，连香港正在抗议的这些学生市民都暂停了一天的抗议，他们都在纪念这一天。没有人对曾经过去的恐怖袭击不那么印象深刻。其实我们看到了太多擅长急转弯的人，他们在每一个时间段内都是弄潮儿。美国出现911，他冲在第一线庆祝。那过几年一看风向不对了，中国也开始打着参加反恐的这种合作，换取了更多的和平崛起的机会，所以他们收藏起自己的兴奋。是啊，我们看到了很多变色龙，看到了很多让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这些中国人的形象。18年来，人家把悲痛摆在心底，甚至表露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有太多的人把911当成中国进入世贸，中国能够不再被美国关注，有一个相对的蜜月期，有一个和平发展的这种机遇。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中国的学者专家，甚至在庆祝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明确地提出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应该感谢的是拉登，因为他给了中国一个喘息的机会。我们都知道，当苏联解体的时候，整个世界并没有遗忘中国这么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们在经济上分化它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限制。巴统结束了以后，紧接着就出现了瓦森纳协定。但是伊斯兰世界出现的这一起恐怖活动，明确地改写了世界政治地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共做什么并不重要了，
那么18年来，中共做了什么呢？他们利用伊斯兰极端组织吸引住西方世界眼球的时候，发展了经济，把中国更多的人通过生产线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之中。到目前为止，还在试图利用曾经获得的成就，来希望国际社会容忍他们，继续给他们机会。到目前为止，中美之间的谈判并没有崩盘，大家都怀着一颗期待的心，期待10月份会发生奇迹。我们还能等到10月份吗？这2天我们看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但是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中共在备战。他们不仅在内地，而且在接近香港的地方布置了警力，到达香港的一支支由内地派驻过去的这些半军半民的面目不清的这些背影，完全可以替代11即将出现在香港街头的人群。他们已经做好了2手打算，更多的是用暴力来压制住香港的声音。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今天都表现出自己的悲痛，哪怕仅仅是假模假式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中方任何一位领导人表达出类似的心情，至少我们不知道。一个世界不可能有2种价值观，至少不可能在主流环境中出现，它只会有一个声音。今天我们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国家看到的这些悲痛，这些纪念，在中国几乎你看不到，至少很小众。他们完全没有表现出针对平民的这些恐怖袭击，造成了3000多人死伤的这么巨大的一次恐怖袭击、恐怖活动。18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正面的回应，直到今天，共军还在忙着开会，他们甚至打电话向川普总统请求，为了避让开中国即将到来的70年的国庆，让即将要增加的关税能不能延迟几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帮人，他们还在统治着中国。他们说他们是善良的，他们说他们是文明的。我们很难在即便是共军统治末期，看到他们能低下身段来融入国际社会，来正面的对待每一个平民的生命。好了，谢谢大家，再见。